好的，兄弟们，老头梅西昨天竟然帽子戏法，真的把老 K 震惊了。为了表达对他崇高的敬意，决定今天多开一期专门足球纪录片讲讲梅西。但过去那些大家都很熟悉的老 K 就不用废话了。咱们今天听一听从老 K 这里关于梅西有些什么有趣的故事。首先介绍一下巴塞罗那过去的主教练里杰卡尔德，他是过去缔造了巴塞罗那梦二王朝的主帅，但可能由于时间已经久远，许多新球迷不太熟悉。里杰卡尔德在1998年曾经出任荷兰国家队的主教练，当时98年法国世界杯，他本来是主帅希丁克的助理教练，可世界杯结束以后，希丁克离职前往皇家马德里执教，荷兰足协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任命了此前毫无一线主帅经验的里杰卡尔德。2000年他率队出征欧洲杯，在半决赛因为点球大战惜败于意大利，随后在电视直播中当众宣布辞职。辞职以后，先是前往国内的鹿特丹斯巴达执教，可这支荷兰建队时间最久的职业球队，在他的治下，仅仅4胜12平18负，最终位列荷甲倒数第2名，队史上首次降入了荷兰乙级联赛。赛季结束，里杰卡尔德只能再次选择辞职走人，但这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再一次发生。03年刚刚出任巴塞罗那主席不久的拉波尔塔，对，就是现在巴萨的主席，他向自己极其信任的克鲁伊夫征询球队新帅的意见，没想到克鲁伊夫竟然推荐了里杰卡尔德。要知道，早在1987到88赛季，当时克鲁伊夫执教阿贾克斯的时候，里杰卡尔德是球队的核心球员，但在对阵海牙的一场联赛中，里杰卡尔德在场上漫不经心，无精打采。而众所周知，克鲁伊夫推崇的是高位逼抢，是全攻全守，所以两个人发生了战术上的激烈的争执。在训练场上，克鲁伊夫当面怒斥里杰卡尔德缺乏激情，而一向性格直率的里杰卡尔德无法忍受，两人大吵一架。随后里杰卡尔德撂下狠话，再也不愿意为克鲁伊夫踢球。这段恩怨最终是以里杰卡尔德离开阿贾克斯告终，但多年后两人冰释前嫌。这一次克鲁伊夫力荐里杰卡尔德出任巴萨主帅，谁也想不到，但却开启了红蓝军团的又一个辉煌的时代。不过上任刚开始，球队的成绩很差，里杰卡尔德也备受质疑。所以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感谢您的点赞，感谢您的 hype 积分，喜欢或者讨厌都请您在留言区评论，谢谢大家。但是他在对罗纳尔迪尼奥小罗的使用上却独树一帜，给予了小罗更多的战术自由。最后球队在下半赛季开始收到回报，尽管屈居西甲第2，但球场上的表现大有起色。04年夏天，随着德科埃托奥马克斯的加盟，还有像梅西、巴尔德斯、伊涅斯塔也被提拔上一线队，巴塞罗那终于浴火重生，连续2个赛季拿下西甲的冠军。不过里杰卡尔德在战术方面肯定不如像克鲁伊夫、瓜迪奥拉这些名帅，只是作为荷兰人那种融入血液的全攻全守的 DNA， 正好与克鲁伊夫为巴塞罗那打造的传控风格完美契合。05到06赛季，巴萨击败了阿森纳，夺得欧冠冠军，也正式宣告了梦二王朝的到来。但执教巴萨5年，他最大的贡献便是提拔梅西进入一线队。后来多年后，梅西回忆起自己的恩师，表示自己最想感谢的教练并不是瓜迪奥拉，而是里杰卡尔德。梅西的原话是：在我生命中出现的所有巴萨人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要特别感谢里杰卡尔德，他给了我完全的信任，给了我升入一队并且渐渐变强的机会。是的，早在2003年的一次国家队的比赛日，年仅16岁的梅西被里杰卡尔德提拔到一线队参加训练。而当梅西完成在训练场的首秀之后，里杰卡尔德和巴萨许多队友都对这个小将这么娴熟的技巧感到极为震惊。于是是不是要给梅西签下职业合同，在一线队报名，成为了摆在里杰卡尔德和球队高层面前的棘手问题。根据当时西甲的规定，不允许未满17岁的球员登场，所以如果巴塞罗那为16岁的梅西提供合同，那就相当于要浪费一个名额。于是考虑到球队多线作战，里杰卡尔德一开始反对提前签下梅西，但这时候球队核心小罗站了出来。小罗不认同他的看法，他认为梅西就是自己寻找已久的在中场的合作者，他希望球队尽快搞定梅西的合同问题，以防夜长梦多。于是在小罗的谏言下，里杰卡尔德也对签约梅西投了赞成票。04年10月16日，在巴萨对阵西班牙人的比赛，距离比赛结束还剩8分钟，梅西替补德科出场，完成了职业生涯首秀，也刷新了巴萨队史最年轻出场球员的记录。从此以后，梅西成为阵容中的常客，但里杰卡尔德对他的保护杜绝拔苗助长，
多数都是在比赛的尾声获得出场时间，但这对于17岁的梅西来说已经弥足珍贵。25年5月1日，巴萨对阵阿尔巴塞特，梅西下半场第87分钟换下埃托奥，于是随后的场景大家就很熟悉了，小罗直塞禁区的肋部，梅西接球后一脚挑射，攻破了对方门将的十指关，然后梅西被小罗背了起来，这个足坛的经典画面至今也被誉为是球王的交接。而且在进入一线队之前，梅西在青年队中只是一名前腰，可是在里杰卡尔德4-3-3体系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位置，于是梅西被改造成一位边锋。正是这样的调整咱们事后诸葛亮的确是大大帮助梅西提前走上了球王之路。因为首先梅西的体能比较差，如果出现在前腰，那就必须兼顾防守的任务，这会对他在进攻线上的表现带来不小的影响。另外，在进入一线队的时候，梅西射门的技术略显粗糙，正是里杰卡尔德的改造让梅西开始苦练射门的技术。等到后面瓜迪奥拉执教的时候，梅西的射门已经堪称世界顶级。此外，相较于突破和盘带，梅西的组织能力在当时并不突出，如果继续坚持让他踢前腰，很有可能梅西不会那么快就成为和 C 罗统治足坛的绝代双骄。不过后来由于里杰卡尔德有些优柔寡断，也过分的保护球员，这阻碍了巴萨梦二王朝的延续。小罗因为纪律问题，在05年的金球奖之后水平迅速的坠落，身体也发福，甚至在埃托奥公开炮轰里杰卡尔德的时候都没有受到他立即的严肃处理。于是巴萨的成绩在06年之后出现滑坡，08年夏天里杰卡尔德离开巴萨的帅位。关于埃托奥，这主要是07年2月，当时在巴萨对阵桑坦德竞技的比赛前，埃托奥因为重伤伤愈不久，在比赛的最后时刻，里杰卡尔德要求他替补出场热身几分钟，可埃托奥却拒绝了，他觉得这是垃圾时间。赛后新闻发布会，里杰卡尔德公开向媒体曝光埃托奥拒绝出战，随后埃托奥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愤然的回击，称在赛后说他不愿意上场的人是坏人和小人，矛头直指里杰卡尔德，还要求记者直接去问主帅到底发生过什么。随着矛盾的升级，小罗也公开批评埃托奥拒绝替补的做法，埃托奥随即也反击了小罗，暗示小罗贪图金钱不顾球队，要求他先管好自己的家人再说吧。后面埃托奥还在炮轰中透露，球队内部其实存在两派，一派支持当时的主席拉波尔塔，另一派则已经围绕在前主席罗塞尔的周围，而自己因为亲近拉波尔塔受到了排挤，成为了巴塞罗那内部高层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这个事件导致当时的梦二王朝内部彻底分裂，最终也是里杰卡尔德08年夏天黯然下课的重要的导火索。离开巴萨之后，里杰卡尔德在教练的席位上并不如意。2010年，他和自己的第3任妻子结婚，此前的2段婚姻，2位荷兰姑娘都各自为黑天鹅里杰卡尔德生下过一个孩子，但婚姻都不长久，所以之后他也在感情问题上谨慎了许多，直到2010年才开始自己第3段婚姻。而他和第3任妻子年龄相差很大，可是这段感情却很稳定。第3任妻子史蒂芬妮·鲁克已经为他生下了1儿1女。2013年，里杰卡尔德宣布正式放下教鞭，安心享受退休的生活。他坦白说，从1998年开始，我就不喜欢执教。坦白讲，骨子里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名教练，我并不喜欢我过去16年一直在做的事儿，但我会尽全力做好，主动回看比赛，主动做视频的分析。在过去球员时代，在一次对荷兰3剑客的采访中，他的2名队友范巴斯滕和古利特就曾经说过，里杰卡尔德每次在完成了教练布置的训练和比赛之后，他就只想着回家睡觉。这样的懒虫未来是绝不可能成为教练的，这个职位对他来说太辛苦太艰难了。但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正是里杰卡尔德执教首战就是荷兰国家队这样的高度，后面竟然还率领巴塞罗那打造了梦二王朝，还当选了世界年度最佳主帅。这只优雅的黑天鹅在他华丽儒雅的背后，也许最想要的只是享用一生的慵懒，但他留下了足以载入人类足球历史的重手笔，提拔年幼的梅西。好，接下来说说瓜迪奥拉和梅西的故事。先说一段趣闻，前巴塞罗那的球员亨利和马克斯曾经爆料过，梅西曾经当众的羞辱瓜迪奥拉，而且是当着巴萨更衣室全体成员的面。当时瓜迪奥拉正在给球员上技战术的指导课，但是梅西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说自己要喝可乐。瓜迪奥拉告诉梅西，不行，比赛之前不能喝可乐。然而咱们的金球奖先生梅西
对瓜迪奥拉的命令不以为然，他离开了更衣室。过了一会儿，带了一瓶可乐回来，而且他砰的一声，当着瓜迪奥拉的面打开可乐，大口的喝了起来。巴塞罗那所有的球员都保持了沉默，瓜迪奥拉也是目瞪口呆，但什么他都没有做。这件事情是前纽约红牛队的教练汉斯·巴切克透露出来的，因为他在纽约红牛执教期间，手下就有前巴萨的球员亨利和马克斯。但巴切克也表示，这是当时瓜迪奥拉根本就不可能赢得的战争，因为当时瓜迪奥拉只带队了6个月，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格来处罚巴萨队内的巨星。面对梅西的公然造反，当时的瓜帅只能选择忍气吞声。至于有人问巴塞罗那会不会控告你诽谤梅西呀？巴切克说自己毫不畏惧，底气足的一大原因是在于事实的准确性。所以在巴萨时期的瓜帅确实对梅西是一种无条件的包容。他甚至直言梅西要不要首发只能由梅西自己来决定。在2012年瓜迪奥拉离开巴萨的时候，他们两人之间的地位平衡一直非常的微妙。在巴萨合作了4个赛季，他们帮助球队拿下了14座奖杯，梅西每一年都获得了金球奖。但当时2个人都没有料到，之后的许多年，瓜迪奥拉始终无缘欧冠的奖杯，直到在曼城终于完成了这个夙愿。而梅西在离开了瓜帅之后，获得的荣誉也在变少。梅西大概是唯一能够让瓜迪奥拉做出妥协的球员。在巴萨，瓜帅说过，第一要务就是要让梅西开心，而且他甚至从不吝惜公开的示好。2008年夏天，梅西当时在巴萨的集训营闷闷不乐，他想参加北京奥运会，但不被巴萨的高层准许。这个时候，瓜迪奥拉抓住了机会，表明他与梅西是站在一起的。他努力去说服了主席拉波尔塔，即便奥运会我们短暂的失去梅西，但可以在长远的未来换来梅西对巴萨的感激之情。在执教巴塞罗那的时候，瓜迪奥拉经常因为各种问题和哈维和伊涅斯塔进行长谈，但对梅西只有很简单的交流、手势、微笑，甚至沉默。瓜迪奥拉说过，对梅西你只需要只言片语，然后聆听他的只言片语。在布置战术的时候，瓜迪奥拉会跟部分的球员进行详细的交代，但对梅西，他不会直接告诉梅西必须卖力的参与逼抢，他会对整个更衣室说，连梅西都要逼抢，你们其他人更要如此。对此梅西非常买账。知情人透露，当瓜迪奥拉对比赛做出很好的部署的时候，梅西是非常欣赏的，而梅西得到的回报就是变成了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奠定了当今球王的地位。他的进球、助攻数据都在飙升。我们大家都知道，当瓜迪奥拉成为了巴萨的主帅，他坚定地让当时还没有满21岁的梅西占据球场中路，后来不惜为此牺牲小罗、埃托奥、伊布、哈维、伊涅斯塔、比利亚等等，全部都给梅西提供最舒适的服务，这才是在巴塞罗那踢球最主要的任务。2009年，巴塞罗那用埃托奥加现金从国际米兰引进了伊布拉希莫维奇。伊布刚到了中锋的位置，表现就异常神勇，而当时梅西在几个前场位置的发挥都有些挣扎。于是在大巴上，梅西给瓜迪奥拉发了一条短信，上面写着，好吧，我看到我对球队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了，所以要知道此时瓜迪奥拉也在大巴上。那么球王梅西当时这么一条短信是什么意思呢？老 K 盲猜啊，他可能因为很难当面和瓜迪奥拉表达自己的担忧，但是呢又担心自己失去了战术核心的地位，所以梅西的许多做法都是球王的做法，不能以常理论之。可最终瓜迪奥拉选择了力挺梅西，通过战术的微调牺牲伊布，让梅西回到中路。这一调整彻底激活了梅西，该赛季梅西狂轰47球，但这也成为了伊布最终离队并且和瓜迪奥拉彻底撕破脸的导火索。伊布由于被迫改变了踢法，进球数锐减，他后来多次表示瓜迪奥拉完全不尊重自己，瓜帅甚至经常不解释原因就将伊布放在了替补席，甚至在走廊看到他的时候都会绕道走，两个人缺乏最基本的交流。而伊布的个性桀骜不驯，瓜迪奥拉作为战术狂人同样也有强烈的控制欲，但是瓜迪奥拉的价值观很好，很对，很正确，他选择了无条件的迁就梅西，至于其他人一边去吧。后来伊布在自传中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买了一辆法拉利，结果却当菲亚特来开。伊布甚至怒骂瓜迪奥拉就是懦夫。他也公开地表示，在巴塞罗那曾经一帆风顺的日子，直到当梅西开始指手画脚之后，一切就变了。而瓜迪奥拉对梅西言听计从，导致伊布最终被清洗。自诩为足球上帝的伊布，
在职业生涯拿不到1座欧冠，坦白说跟梅西和瓜迪奥拉也有些关系。所以每当回想起这段很不愉快的经历，心高气傲的伊布总是将火发在了瓜迪奥拉头上。有一次，伊布更是直言不讳地抨击道：“以后我每次见到瓜迪奥拉就打他一次。”可尽管因为梅西发生了这些事，而且在巴萨的时候，伊布和梅西也曾经有许多摩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伊布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梅西最高的赞誉。在梅西夺得世界杯冠军以后，伊布曾经明确表示，关于 GOAT 的荣誉之战已经结束，梅西就是当之无愧的足球历史最佳。他形容梅西的技术纯粹而且不可思议。梅西是个不争不抢的巨星，总能利用自己的球技让身边的队友变得更好。在伊布看来，梅西就是不折不扣的球霸。他甚至有一次赛后对着瓜迪奥拉破口大骂，勃然大怒。他说：“跟布里尼奥相比，你就是一坨屎，你下地狱去吧。”后来在自传中，伊布写道：“当时的我简直是疯了。我想，如果我是瓜迪奥拉的话，那个时候会很害怕。”而当时离开了巴塞罗那去国际米兰的埃托奥，他和梅西曾经搭档的那段日子，关系也很深厚。他曾经多次直言，梅西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自己在巴塞罗那见证了梅西从一个青训小将成长为巨星的历程，而梅西自己也是埃托奥为老大哥。后来的埃托奥多次在公开场合盛赞梅西，甚至称他是足球场上的上帝。他还曾幽默地说，自己踢球的时候不是在带梅西，而是梅西在陪着埃托奥踢球。好，说回瓜迪奥拉，其实瓜迪奥拉和梅西在巴塞罗那的时候也不是一直关系都很融洽。例如在11到12赛季，在巴萨客场跟皇家社会的西甲比赛，瓜迪奥拉将刚刚从国家队比赛返回的梅西放到了替补席上。从那之后，梅西有段时间就根本不和瓜迪奥拉说话，并且还对他的用人表达过质疑。梅西对瓜迪奥拉在重要的比赛使用特略和昆卡感到极为不满，而且梅西曾经在2015年表示过，在瓜迪奥拉离开巴塞罗那以后，他就没有和这位过去的教练说过话。甚至当年在巴塞罗那为瓜迪奥拉举办的告别仪式上，梅西是唯一一个没有参加的巴萨球员。但这倒不是两人有什么矛盾，有时候看久了你就知道，梅西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不会跟你太好，也不会跟你太坏。2020年，当时巴塞罗那的表现下滑严重，梅西想要加盟曼城投奔瓜迪奥拉，而且他最好的国家队兄弟阿圭罗也在曼城。当时的瓜迪奥拉因为曼城被里昂淘汰感到很沮丧，这时候阿圭罗的一条短信震惊了曼城全队。梅西亲自询问了瓜迪奥拉和曼城的合同还剩多久，这条消息表明梅西有意加盟曼城，这让曼城的管理层感到极为兴奋。瓜迪奥拉非常认真，立刻联系了梅西，甚至专程前往巴塞罗那和他见面。两个人进行了长达6个半小时的会谈。当时的梅西对巴萨的管理层感到失望，决定离开。于是瓜迪奥拉和曼城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加盟方案，两人的对话充满了诚意。但尽管梅西有意，最终却因为主席巴托梅乌的阻挠未能如愿。更讽刺的是，第2年梅西本来希望留在巴萨，却最终在新主席拉波尔塔的决策下未能续约，最终转会大巴黎。这里老 K 再说一段2015年的往事。当时在巴塞罗那各种负面新闻，先是体育总监苏比萨雷塔突然遭遇下课，然后精神领袖普约尔也随之主动辞去了体育主管助理的职位。再紧接着梅西无故缺席训练，招致了同当时主教练路易斯恩里克的矛盾。就在当时这个背景下，梅西突然在社交网络 Instagram 的个人账号上关注了英超豪门切尔西的官方账号，还关注了蓝军2名球员库尔图瓦和菲利佩的账号。法布雷加斯的女友随后在梅西关注切尔西的 ins 账户之后点赞，而梅西的女友也在推特上关注了切尔西的官推。要知道，法布雷加斯和女友、梅西和女友这4个人经常在一起约会、一起玩，而梅西的 ins 账号一直是他自己亲自更新，用来和球迷和网友们交流。他和女友和儿子的一些照片当时也经常由这个平台发布。他在 ins 上一共也只关注了3个俱乐部：巴塞罗那、曼城和切尔西。所以有传闻他至交好友，当时在切尔西踢得风生水起的法布雷加斯公开建议主教练穆里尼奥要签下梅西。紧接着英国媒体爆料，穆里尼奥已经和梅西的父亲进行了联系，他亲自出面希望能够游说梅西加盟。后来还有消息证明，梅西曾经一度关注伦敦的地产信息，还在打探伦敦的学校的情况。于是不断的有传闻，切尔西想要砸下2.5亿欧元收购梅西。
梅西这些火上浇油的举动，让本来就吵得沸沸扬扬的转会绯闻再次升级。于是2015年1月5日，梅西缺席了巴塞罗那新年的公开训练，也没有随队参加看望患病儿童的活动。巴萨官方说梅西的胃部不舒服，但媒体们都猜测这不过是梅西给主教练恩里克使的眼色。媒体透露，恩里克对梅西的这一行为大为恼火，在队内公开表达了对梅西的不满。随后，梅西在 Facebook 的个人账号发了一条信息说：“我本想参加这次新年的训练，这个场合我从未缺席过，但有些无奈是你无法控制的。我希望所有来看训练的孩子都梦想成真。”可此后不久，梅西又立刻删除了这条信息。这个事件的导火索主要是巴塞罗那当时输给皇家社会的比赛，梅西被安排做了替补席。虽然他随后替补登场，但已经无力回天。尽管赛后恩里克表示这是出于对梅西的保护，但煤球王极为任性，并不领情。所有人都知道他从来不想错过任何比赛，而且早在11到12赛季，同样是客场对皇家社会的比赛，当时由于瓜迪奥拉让梅西做替补席，第60分钟才让他登场，梅西大为不爽，直接没有参加第二天的合练，自己一个人躲到健身房，无声的抗议瓜迪奥拉。所以瓜帅后来深知如何让梅西高兴，这对巴萨来说才是最重要的。矛盾的最终结果是瓜迪奥拉妥协，巴塞罗那称霸欧洲。所以后来瓜迪奥拉表态道，梅西上不上场只能由他自己来决定。而在2015年那个赛季，梅西的不开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主要就是由于主帅恩里克。梅西认为恩里克就是巴萨表现不佳的罪魁祸首，恩里克总是独断专行，认为自己是更衣室的国王。而且梅西对俱乐部高层也不满，因为每次球队输球，高层都会表达对恩里克的支持。但在当时的梅西看来，恩里克已经没有能力逆转球队的局面，球队换帅已经势在必行。在2015年的1月，巴萨高层知道了这个情况，也对恩里克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球队在接下来的国王杯以及联赛的比赛不能取胜的话，那么恩里克很可能会面临和苏比萨雷塔一样下课的命运。好在2014到15赛季最后的结果，最终成绩是5个冠军，恩里克也当选最佳教练，4大联赛的冠军都被巴塞罗那刷了一遍，满分评价。但整个过程包括期间梅西、内马尔的风波，所以瓜迪奥拉也好，路易斯·恩里克也罢，离开巴萨的时候都说过，绝对不愿意再二进攻。在巴塞罗那主教练任上的压力太大，这就跟皇马的主帅文化完全不同，不存在谁好谁坏，更谈不上踩谁贬谁，这只是文化的不同。皇马安切洛蒂、齐达内、穆里尼奥能够二进攻，那是另外的故事，有空的时候老 K 再跟大家讲。2014到15赛季，梅西和恩里克从最初的严重对立，到赛季末携手成就了3冠王。最开始的导火索是恩里克在对塞尔塔的比赛中将皮克放在看台，在中场的排兵布阵又弃用了哈维。赛后的梅西直接表达了不满，当时两人的关系就开始出现裂痕。15年的1月，梅西替补出场，两个人再次产生矛盾。第二天的公开训练，恩里克在队内的对抗赛担任裁判，但多次判罚引发梅西的强烈不满，当场两个人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随后梅西就缺席了公开训练，两个人的矛盾当时是不可调和。在危机面前，当时巴萨的高层和队内的老将都出面调停。恩里克本来考虑要对梅西进行处罚，但最终还是听了劝，而梅西也在队长等多人的劝说下归队。双方的摊牌和最后的沟通反倒成为那个赛季成功的转折点。冲突过后，恩里克也立刻对战术进行了微调，给予了梅西更大的战术上的自由度，这也让梅西、苏亚雷斯和内马尔的 MSN 组合彻底爆发。不过虽然在3冠王的庆祝庆典上，梅西和恩里克有拥抱有笑容，但大家都知道他俩的关系其实也并不好。那么恩里克跟梅西到底当时怎么吵起来的呢？那一次公开训练梅西的缺席，恩里克得知之后要求俱乐部终止这次公开训练，但主席对他解释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孩子们已经拿到了票等待入场。愤怒的恩里克于是要求主席要对梅西处以最严厉的处罚，停训、停赛、停薪1个月。但这个时候老队长哈维和梅西取得了联系，梅西告诉哈维，你转告并且警告恩里克，咱们第2天再谈这个事儿，但今天我肯定是不会再去公开训练了。于是哈维又做老好人这边让恩里克静一静。虽然随后恩里克在指挥着公开训练，但整个精力已经在第2天如何和梅西面谈他缺席训练的事儿。第2天尽管是球员休息的假期，梅西还是自愿来到了训练场训练，
但却没有和恩里克碰面。直到第3天1月8日，全队回到训练场开始训练。恩里克在整个上午都试图和梅西交谈，但梅西却一直回避和他说话。训练结束以后，恩里克甚至去了球员的更衣室找梅西。要知道教练们的更衣室在另一间，在球员更衣室的旁边。恩里克到处问梅西在哪儿，梅西在哪儿。球员们告诉他梅西在更衣室其中的一个厕所里面。恩里克问是哪一间，然后就一直站在厕所外等着梅西。恩里克在厕所外等了梅西整整超过20分钟，梅西才出来。恩里克要求和他对话，梅西也接受了。可在跟梅西谈了20分钟以后，恩里克很着急，要全队在更衣室开会。他和梅西站在一起，然后恩里克便开始解释。他讲话的时候，恩里克说莱奥梅西错了，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可是梅西在旁边看了他一眼，对他说我没有错，我没有犯任何错误。哇，这2秒钟是气氛最紧张的时候，直到恩里克明白不能再加剧自己和梅西之间的冲突了，于是他换了个话题，结束了谈话。而在这其中，哈维是起了最大作用的。他非常看重恩里克的态度，他也向梅西解释恩里克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哈维的干预也支持了主帅恩里克，也帮助梅西理解了当时的情况。哈哈，所以很有意思。讲起这些老典故，老 K 就是停不下来。好，我们最后说一下伟大的佩普瓜迪奥拉在随后的执教生涯是怎么去 PUA 其他的球员的。2015年，他在赛前对拜仁慕尼黑球员曾经这样训话：今年每一个人都要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可以例外，他可以不必听我的，那就是梅西。瓜迪奥拉还曾经告诉拜仁队内的萨内你要像梅西那样自由的踢球当然不是像梅西那样踢球，因为你想那么做也不可能。你要像梅西那样自由快乐的踢球，靠近对方球门的时候自己再决定射门还是助攻队友。后来萨内在谈到瓜迪奥拉这段话的时候，自己都忍不住笑了。2016年瓜帅入驻曼城的第1年，他在更衣室问球员们梅西在这里吗？所有的球员都相互看看，回答说没有。于是瓜帅说那么你们就没有权利说什么了，因为梅西是唯一一个我不会放在替补席的球员，只有梅西有资格生气，有资格闹脾气，而你们就跟着我说的做就行了。2022年的3月，曼城的足总杯比赛后，在庆祝进球的时候，福登对格拉利什说哇，这个传球就像视频中那样。格拉利什回了一句那叫传球，确实像梅西的传球。可这个时候旁边的瓜迪奥拉冷冷地说了一句我的建议是福登，你继续多看看梅西的视频。曾经的拜仁球员马里奥·戈麦斯曾经回忆道，有一次瓜迪奥拉坐在我旁边，他跟我说我曾经拥有梅西，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现在的中锋。现在我还想继续使用我的战术，如果你想留在拜仁，你就继续执行我的战术吧。2022年8月，在曼城官方的纪录片里面，瓜迪奥拉狂吼道，你们知道为什么梅西是我一生中遇到过最好的球员吗？因为他是个竞争者，他是个野兽。你们需要取得进球，梅西的传球，梅西的突进就像个机器一样，他能够嗅到进球的味道，你们必须像这样穿过去，穿过对方的禁区，然后得分。梅西的故事仍然在世界杯延续。对球迷们来说，最幸福的是世界杯后他还会在职业足坛踢1年、2年甚至3年。所以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感谢您的点赞，感谢您的 hype 积分，喜欢或者讨厌都请您在留言区评论，谢谢大家，那我们明天再见。